今年的早些时候，七彩虹推出了菊宝 R15，就刷新过一轮4070笔记本的底价。但是外围配置平平啊，适配器较小也限制了表现。而这一次七彩虹又带来了新的橘猫喵 R16，换用了 AMD 的 HX 处理器，升级了模具，而且价格还维持不变。它的表现如何？本期视频就和我们来一道探究一下吧。配置方面，这台电脑搭载了 AMD R97845HX 12核心24线程，显卡是 RTX 4070，内存是单条 16GB 5200兆赫兹，硬盘是 1TB 的 SN540，屏幕是16英寸 2.5K 240赫兹的 IPS 屏，价格是6999元，首发期间优惠价6499元，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了啊。不过后者的价格在618期间已经降到了6000以内，还是有一定差价的。外观方面，橘猫喵 R16还是继续采用了蓝天模具，这次首发就上架了雪影白的版本 ，A 面是印刷涂层，有喵的字样，但是边缘处的过渡处理不太自然，还有一些割手。整机均为塑料材质，质感呢比较一般，尾部基本是没有突出的。C 面做了相同的白色涂装，触摸板是玻璃材质，手感还行啊。键盘则还是蓝天祖传的那一块啊，手感呢比较拉垮。WSD 做了特殊的键帽，加上 RGB 背光，颜值呢倒还行。总的来说，相比直接用公模，这台电脑在外观设计上还是花了一点小心思的。屏幕是升级的重点之一，从16:9升级到了16:10，屏占比上升了不少。刷新率也从165赫兹提高到了240赫兹，响应速度表现也不错啊。而且亮度从324尼特提升到了557尼特，油腻感的问题也基本解决了，观感提升非常大。色彩方面，实色色域容积99.2%的 sRGB， 色域覆盖97.9%的 sRGB， 色准平均 Delta E 0.89， 最大 1.47， 色准表现非常好。虽然没有 R15的屏幕色域广，但是比起没有色彩管理的广色域屏，一块色准、观感都更好的高色域屏幕会更实用，体验也更好。不过呢，屏轴的稳定性表现还是比较一般的啊。接口方面，机身左侧是一个 5G 的 USB-A 口，尾部有一个支持 DP 1.4的10G C 口，电源口 HDMI 2.1以及 RJ45 网口。右侧是支持100瓦 PD 的10G C 口，以及一个10G 的 A 口，合计2A 2C， 数量上偏少一些。支持充电的 C 口放在了右边，尾部的 C 口不支持充电，而且呢输出的是核显信号，独显直连时会失效，只有 HDMI 输出独显。对于目前大多数 DP 才能够满血的显示器而言不够友好。机身重量 2.49千克，厚度26.3到30毫米，是比较标准的游戏本身材，比 R15 重和大一些。适配器也从180瓦升级到了230瓦，功耗不足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呢？我们这就进入性能实测部分来看一下吧。橘猫喵 R16还是使用了 AMD 处理器，从8845HX 换到了7845HX， 乍一看数字好像变小了，但核心规模从8核16线程升级到了12核24线程，缓存规格也大了很多。Cinebench R13当中，第一轮可以达到26039分，稳定分数25600分左右，和 i7-14700HX 的性能差不多，比8845HX 的多核性能提升了42%，和核心规模基本是对应的。但是在运行功耗上，7845HX 就比 i7-14700HX 低很多了，稳定功耗只有105瓦左右，比8845HX 高约23%。虽然是去年发布的处理器，没有更新迭代，但是多核能效比对比今年的新选手依旧不落下风。单核成绩略逊于 Intel， 和其他 AMD 处理器的平均水平一致。不过 AMD 的积热问题还是一脉相承啊，运行期间基本维持在全程100度。显卡方面 ，R16 的 RTX 4070是今年提高了电压的新版本，但持续运行时功耗会从最大的140瓦下降到115瓦，最终在跑分成绩上也有所体现。TimeSpy 成绩12636分 ，FSE 15320分 ，Superposition 6890分，对比我们140瓦的基准成绩都有一点差距。那实际游戏表现又如何呢？我们本次用 i7-14700HX、RTX 4060的 Y7000P2024 以及 R97945HX、RTX 4070的天选5 Pro 做对照。1080p 低画质的网游当中，3位选手的表现基本相同。Intel 在 CS2、FF14 当中略有优势，但是差距都在几个百分点以内。4060和4070也没有带来多少影响。到了 2K 的3A 大作中，情况就有所不同了。这一环节主要依赖显卡性能。对比天选5 Pro 的140瓦4070，橘猫在所有的参测游戏中表现都要更差，差距从 0.6% 到 7% 不等，平均差距 2.57%。虽然按天选的出厂超频会有一定影响，但115瓦的功耗显然也对今年的电压提高、功耗更宽松的4070造成了限制。不过对比4060的时候
帧数提升从5%到16%不等，平均提升在12%左右。而且 Y7000P 还是带有出厂超频的机器啊，一定程度缩小了性能的差距。主要游玩画质要求高的 3A 大作的时候呢，4070还是可以带来一定体验上的改善的。生产力测试部分 ，PS 1019分 ，PR 总分7661分 ，Spec Workstation 的跑分测试如图，感兴趣的观众可以暂停查看。接下来是拆机展示，橘猫喵 R16的内部呢还是浓浓的蓝天味道啊。内存是叠放的双插槽，预装了一个美光的16GB DDR5，运行在5200兆赫兹，效能如图，可以后续再加装。一左一右为2个2280的硬盘位，右侧原装了一条 1TB 的西数 SN540，是相当罕见的 PCIe 3.0/4的硬盘。虽然不再是七彩虹自家的贴牌了，但是实测读写性能呢实在是难以恭维啊。出缓之后的写入还不到100兆每秒，即使在 QLC 里也是相当差的了。强烈建议到手之后换个别的系统盘，这个盘用作背盘使用。网卡倒是很少见啊，在 AMD 平台原装了 A210， 实测性能如图所示。电池73瓦时，虽然控制台内安静模式可以关闭读显，但是 PC Mark 10的续航跑分还是只有5小时32分钟，锂电使用的续航不太指望得上。最后是散热，上方是6热管双风扇的散热。单口 FPU package 功耗最终稳定在100瓦，封装温度98摄氏度，2颗 CCD 有6度左右的温差，频率有所参差。CCD1 4.275G 赫兹，CCD2 4.1G 赫兹，这也算是 AMD 双代处理器的经典问题之一了。单考 4Mark 显卡一开始就可以跑到140瓦，最终稳定在115瓦，温度只有72度，1890兆赫兹。双考为53+115瓦，合计168瓦，处理器76.9度，一半核心 3.25G 赫兹，另一半 2.98G 赫兹，显卡74度左右，1890兆赫兹上下。对比 R15有明显提升，但是依旧比较保守。此时键帽最高温度还没有超过40度，只有中部有轻微热感 ，WASD 和万托部分全是凉的。表面温度呢控制得非常好，代价就是此时的噪音达到了58.9分贝，在游戏本里也算是比较吵的了。这种调教方式其实不太讨巧啊，用户感知最明显的性能释放和噪音控制都没有占到。如果能够降低一些风扇转速，用核心和表面温度换取低一些的噪音表现，那使用体验会好不少。好了，介绍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，我们照例总结了优缺点各3条，供大家参考。作为公模贴牌厂，七彩虹显然还是有些巧思的啊。橘猫系列呢，虽然模具没有做调整，但是外观上确实做了一些年轻化，让全塑料的机身乍一看没有那么傻大黑粗了。这次 R16也确实是加量不加价，12核的 CPU 加上4070显卡，加上更好的屏幕，价格继续维持在7000元以内，性能和散热也更好了。但是质感较差，风扇调度策略不佳等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4070显卡在140瓦性能下维持不了多长时间，对极限游戏性能有些影响。所以总的来说，这款橘猫喵 R16 主打的还是一个性价比能用就行。希望七彩虹能继续打磨，未来带给我们更好的产品吧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的话，不妨来个长按点赞，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。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，可以关注一下比巴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。教练版本性的蹦迪店的小白，这是比巴评测室，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